也就是说，想取江山嘛，先取人心。我说孙儿啊，将欲取之，必先予之。啊，阿哥们和格格们也日渐成人了，你是否可以考虑破满汉大防，让成年的阿哥们娶一些个把的汉臣之女，让待嫁的格格们嫁一些汉臣和俊才？唉，咱们满清干嘛总做那些先树敌再教敌的蠢事呢？咱们也能化敌为友，化敌为亲嘛。血浓于水，爱大于恨，王者之道，教化万方啊！孙儿记住。父王，去取药。是。老祖宗，哎，您一定要多保重啊！好。哎呀，其实他身子比我弱呀，他是硬撑着伺候我，他是玲珑剔透心，多愁多病身。皇上，皇上，这……哎，今儿个都初几了呀？娘娘，今儿个初9。哎，皇上回宫也8天了，我还没见上一面呢。奴才叩请惠娘娘金安。哟，李公公啊，可是稀客，您怎么会来了？哦。皇上掀了惠娘娘的牌子，奴才赶紧送香囊来了，一丝一毫不敢耽搁。快拿100两银子，是给李公公上茶。快请坐。坐吧，给。娘娘。哎呀，您就别客气了，快收下吧。那奴才就谢谢您了。李德全，在。你可别看你整天跟着皇上，我比你更了解皇上。是。说真的，别看我年纪大了点儿，其实皇上啊，挺喜欢我的。是啊。李德全啊，这女人呐，还得成熟一点才有味道，哪像那些年轻的女孩子，生黄瓜似的，怎么懂得侍候皇上？这些你明白。有机会的时候啊，还得提醒皇上。奴才明白，奴才设法让皇上能体会到。哎呀，李公公啊，有时间啊，常来走走。谢惠娘娘，那奴才告退了。哎，那走好啊。李公公不送了。啊，李公公慢点走。哎呀，还愣着干什么？赶快香汤沐浴呀！是。下去吧。这。来呀！奴才在。拜驾容妃宫。容妃宫。皇上，您刚才翻的是惠妃的牌子。我说去容妃那里。您确实翻的是惠贵妃的牌子。是吗？皇上过目。这样，你跟惠妃说一声，就说朕偶感不适，改天跟她说话。这。惠娘娘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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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请留步。皇上有旨，朕今日偶感不适，改日再和惠娘娘说话。皇上病了，什么病？皇上偶感不适。偶感不适。
哲劝我告诉你，她容妃是贵妃，我可是皇贵妃，啊！是，我人都走到半道上了，你还让我打道回宫啊？哼！而皇上自己呢？他不顾月暗，不顾风寒，不顾龙疾在身，轻抚容娘娘的玉榻。咱们照直走。惠娘娘，哎呀，惠娘娘，您慢走，奴才跟您说句话，奴才求您了，您就别撵皇上了。惠娘娘，奴才求你了，奴才求你了，惠娘娘，惠娘娘，停轿。咱们走。惠娘娘，奴才这就谢你了。回去吧。皇上请。是皇上，臣妾未获诏，不曾准备。朕想你了，想和你说说话。这是什么？是兔子。啊！快端碗莲子羹来。是。皇上，臣妾晌午就熬上了银耳莲子羹。皇上请用。待会儿喝。咱们女儿兰琪儿，就是属兔。臣妾听说，皇上虽然酷爱狩猎，几十年来猎过3000多头虎豹狼熊，可是从来没有碰过一只兔子。容妃啊，朕知道你多年来有个心愿。想回福建老家探亲祭祖。是，臣妾不敢说。为什么？臣妾怕给皇上添麻烦，再说也舍不得皇上。那时候三藩正在作乱，朕是不敢让你去江南啊。现在三藩已平，朕给你3个月的假，回乡探亲祭祖啊。皇上当真？非但如此，朕还恩准你离京之后，可以不穿满装，穿汉装。抵乡之后，你可以任意接见亲友，并且以皇妃之尊宴请当地的父老、名流、学子。皇上，这是为什么？朕要让你做一个恩服天下的女钦差。想让江南的学子百姓们看一看大清国皇帝的爱妃是怎么样不忘祖宗、爱民如子的。你要把朕的宽仁为本、尊师重教带到那里。谢皇上。大阿哥，你升任郡主后，小弟高兴的几天都睡不好。下头的阿哥也个个为你高兴，你可为皇子们增了光啊！太子，宁是没别的本事。就像铁蹄弯刀纵横天下，将来太子龙玉大宝时，宁是愿为太子护国。皇阿玛说过，要咱俩为皇子们做表率，大哥责任重啊。太子，你是储君，宁是岂敢称表率？宁是谨奉太子为楷模。咱们这些阿哥都是皇阿玛的臂膀，皇阿玛万寿无疆，才真是我们的福气啊。主子，惠娘娘回来了。这么早就回来了？叩见惠母妃。儿臣请额娘安。啊，太子也在这儿。
大阿哥升任郡王，我还没贺喜呢。漠河那边送来了好几10张上好的貂皮，我用不着，拿给大阿哥赏人用。你们真是兄弟情深呐！惠母妃宽坐，应人告辞。应氏替我送送。是。皇阿玛，还没给皇上叩头呢。给皇阿玛请安。好，平身，平身。你怎么还没睡呀？我睡了，我听宫女说皇阿玛来了，我就起来了。朕已经恩准你皇额娘南下省亲了。真的？皇阿玛，我也要跟额娘一起去。你干什么去？皇阿玛，女儿都这么大了，还没出过京城呢。皇阿玛，你就让我去嘛，我跟额娘一起去，长长见识嘛。哦，皇阿玛。恩准了。额娘，额娘，皇阿玛同意了。朕可不是随口说的。如果你和兰切尔能够一起南下，就更能展示皇室的魅力，也更能感化汉人的心。谢皇阿玛。你们是得谢谢朕。朕已经传旨容妃晋升为皇贵妃，兰切尔嘛，晋封为兰七格格。谢皇皇上。阿玛。只是有一点啊，你们到了南京以后，由魏东亭护送，记着是要欢欢喜喜的去，欢欢喜喜的回，不能给朕少一根毫毛。额娘，你怎么了？哎呀，你倒是说话呀，额娘。额娘今天是受羞辱了。额娘，出了什么事了？你知道吗？皇上5年没有召我侍寝了。皇上回京都8天了，我也没见上他的面。额娘，皇阿玛日理万机嘛。不，你知道吗？皇上一直都不宠幸我，今儿个他突然想起我来了，让人送来了侍寝的香囊，我就更衣沐浴，人都走到半道上了，让李德全给接回来了。原来皇上要的是容妃，不是我呀！额娘，求你别说了。不，额娘今天什么都要说。应是啊，自从皇后去世之后，额娘就是后宫之尊，是唯一的皇贵妃。额娘从不敢奢望继封皇后，只盼着体体面面的过下去。可是不行啊！额娘出身寒贱，虽然进宫进得早，从不被人瞧得起。你虽然是皇长子，却屈居太子一人之后。你是他哥，比他大3岁，你见了他还得叩头。将来不过是他一介臣子，呼来喝去，要杀要剐都由他。儿啊，母与子为贵，你我为什么这么命苦啊？额娘，你究竟想说什么呀？我要你建功立业，将来娶应人而代之。万万不能啊，额娘！儿和他同为皇子，手足之情啊！皇阿玛健在，儿誓死效忠皇阿玛。皇阿玛龙驭归天，儿效忠于胤禛，宁死不做争储之事。儿和胤禛是骨肉兄弟呀！天哪！瞧瞧我这傻儿子，你竟然糊涂到这个地步！你怎么会以为凭着骨肉兄弟就能永保太平了吗？额娘，你额娘虽然出身低贱，可是我比谁都聪明。你虽然金贵，你竟然这么愚蠢！
龙妃啊，朕知道你一直有个心愿，是想生一个皇子。皇上，咱们有个蓝琪儿，不是挺好的吗？唉，这一点你比其他的嫔妃强多了，她们可比你贪多。皇上今天太累了，臣妾听说，皇上今日北郊阅兵，3个时辰里骑垮了6匹御马，射空了300多支箭。皇上好好歇一歇，臣妾陪皇上说话。啊，今儿的月亮还真圆。瞧，月亮是兔儿的家，他们正在回家，找他们的嫦娥和桂树去。其实，臣妾不只是想要皇子，臣妾更想要个家呀。你这不是在鼓励我？听命，兵部尚书、福建总督姚启圣升堂。福建这天儿还是这么热啊！列位，现在本都宣布第1道政令，这就是：当本都说话的时候，你们都得抬起头来看着本都，也让本都看见你们。这就对了。上下级之间呢，就得眼对着眼，人盯着人，眼为心生，才会说话。今天，全省的府、道、县、镇各级官吏都来了，全省的提督、将军、镖统、千总也都来了。本都第2道政令是：从即日起，福建境内沿海全线封海，所有的渔船、货船、摆渡舟、水师战船一律上岸封存，寸板不得下海，违者以资敌论处。本都第3道政令是：福建沿海的所有居民一律内迁，沿海30里内只住兵勇，不得住百姓，违者以通敌论处。本都第4道政令是：在所有的迁界近海地域，全部划分责任区，各级文武官员分头包纳，眼对眼，人盯人，一级盯一级，互保连坐，90天内不能完成的，就地免职。超过100天，立即发配漠河充军，终生不得赦免。列位，皇上已授权本都斩3品以下命官，不必请旨。啊，凡3品。本都的第5道政令是：如果福建在100天内不能完成迁界近海，则罪在本都。到了101天，本都1不罢官，2不充军，而是直接砍本都的头。当然了，本都在临死之前也会拉足了垫背的。这5项政令都听清了吗？遵命。今天就是第1天，列位扔下轿子，打马回府，速速办差去吧。这。迁界禁海令！迁界禁海令！迁界禁海令！福建全境禁海，寸板不得下海，违者以资敌论罪。快走！沿海百姓全部内迁30里。我让这苏老爷跪下！松手！我不走！我不走！大人，同安县南澳镇又发生了3起命案，死了5个百姓，都是抗拒迁界的。知道了，
下官担心的是担心民变，是，所以啊，必须在民变之前完成迁界禁海。钝刀子割肉，越割越疼；快刀子嘛，没等疼，肉就割掉了。以后50起命案之内不必报我，杀人的兵勇也不必惩处。这。速速誊抄一遍，发往浙江、广东2省府台。这是支召广东、浙江2省府台，令他们将沿海居民内迁，放福建里一律实行迁界禁海，否则我就把台湾海贼从福建赶到他们那儿去。大人，按照规矩，粤省支召需经朝廷批准的。我是平台总督嘛，我已经上折子给皇上了，你放心，朝廷必准。福建禁海之前，咱们听朝廷的；福建禁海之后，朝廷就得听听咱们的。因为光福建禁海，邻省不禁，福建不等于白禁了吗？朝廷的银子不是白花了吗？福建的百姓不是白死了？大人，您的意思是，滚雪球越滚越大，把朝廷拖下海？你这话说得太客气了。朝廷上那个万花筒是这么说的：“老叫花子读着呢。”哎，嘿嘿嘿嘿。皇上，奴才泣血上奏。自迁界禁海发生后，闽浙粤3省夏秋2季的税收大减，至今尚不足往年1半。皇上严令的3年内筹粮银3000万两，奴才倍感艰难。奴才苦思冥想，如卧针毡，生怕耽误皇上的凭噶尔丹驱逐沙俄等宏图伟业。姚启圣怎么说？姚启圣估计迁界禁海必须坚持2年以上的时间，方能大见成效。他要求朝廷力排众议，坚韧不拔，坚持到底。此外，姚启圣要求朝廷彻底免除福建沿海13县的赋税，为期2年。朕知道迁界禁海难，但没料到会付出这么大的代价。这么着，将魏东亭此奏，还有沿海各省督府们弹劾姚启圣的折子，用600里快马送往福建，让姚启圣好好看一看。这皇上可有给姚启圣的旨意？皇上什么也不说，这就是旨。皇上，都3更了，您不能老这样啊！李德全，奴才在。这宫里恨老叫花子的人不少吧？是。你也对他恨之入骨？不。为什么？皇上，奴才在宫里，除了皇上，没有一个人敢碰奴才一根手指头，唯独姚启圣打过奴才，骂过奴才，奴才挨了打，但心里明白，姚启圣是又狠又正，其实奴才又恨他又敬他。说，把小肚肠子里的话都说出来。奴才觉得姚启圣和朝廷里许多大人都不一样，有些大人因为怕皇上才忠于皇上，姚启圣他不怕皇上，他敬皇上，才忠于皇上呢。哦，为什么？奴才还觉得姚启圣有一点像皇上。哪一点？犟，一副金刚钻的脾气，要定的事儿打烂了头，他都不松口。小李子，
你那顿板子一点也不冤。谢皇上。朕疑人不用，用人不疑，肝胆相照。姚启圣不是要节制满汉三军的大权吗？朕给他。姚启圣不是要浙江、广东一带的禁海权吗？好，朕下旨让他总揽各省的台务。姚启圣不是要减免税赋2年吗？好，朕减3年。总之，姚启圣他要什么，朕通通都给他。这，平身吧。谢皇上。明珠，你为什么不起来？臣冒死觐见。皇上，臣有一策，亦可平台呀。明珠啊，你今儿是怎么了？平时你都是捡朕舒服的话说的，啊，年纪大了，脾气也倔了。好，朕喜欢倔脾气的人。家有倔子不败家，国有烈臣不亡国嘛。你说说看，朕洗耳恭听。皇上，迁界禁海乃双刃剑，既伤朝廷，更伤台湾呐。沿海各省是难过，可台湾孤岛更难过呀。此时正经必知朝廷的厉害了。皇上，臣建议在继续贯彻迁界禁海的同时，臣奉一诏书，亲往台湾招降。你的意思是和谈？皇上，威福在先，恩福在后，此乃王者之道也。皇上，姚启圣的奏折又到了。李德全在。把这段念给他们大伙儿听听。这。臣冒昧揣想，朝中会有召服之意。臣以为朝廷万不可主动向台湾示和，到了非辅不可之时，也要等台湾正式主动契合。你们听听，你们听听，这个甘老头子对朕是耳提面命，他替朕定下了一条原则，那就是郑经要前来求朕，而朕不能去求郑经。你们的意思如何？姚大人，啊，怎么了？昨日埋的尸骨，今日又被刁民们挖出来了。啊！姚大人，姚大人，快抬我去！这。火盆拿来，这都火化了吧？放了我，快走！放了我！老子就会走。绕了前了30里，你们也太不讲理了！快走，快点，走，快点走！你们干什么？简直太不讲理了！放了我！停下！啊！哎，放了我们！姚总督。末将昨夜来此守护，看见这些刁民掘坟来着，末将急追不舍。谁料这些山民翻山越岭，如履平地，末将追出30余里，才将他们抓获。罪犯已拿获，
将他们就地斩首，为大人先祖殉葬。都是普通百姓吧？什么百姓？全是刁民！您看他们一眼呐！我不看，看他们一眼，就会恨他们一辈子。都放了吧。放人，否则呀，军法从事。这，把绳子统统解开，让他们滚，让他们滚！谢谢，快点！走吧。县人们，这儿的百姓不准你们入土，你们就葬身大海吧。听说大海比大陆大得多。禀将军，镇子是空的。哦，禀将军，所有村庄人去屋空，什么都没有。走，看看去。千界近海太厉害了，长此以往，台湾非但粮草不济，而且军心也要大乱。是啊，是厉害。禀将军，这座村庄也是没人。我去看看。将军，这儿有个粮仓，跟我来。奇怪啊，为什么留下这些粮食？禀将军，这儿有个告示。哦，施琅务帝，你如空手归台，必难以向正经交差。兄特赐你稻米300担，供你色泽。兄与你相处有年，朝夕思念，同时又身为地之险境而忧虑，因为正经乃多疑之人。他早就在提防你了，否则为何将你的亲眷强行迁台呢？烧了！将军且慢，这告示应该禀报延平王。姚启生，你算是害苦了我。姚启圣真是一个神人呐！不到90天，千界禁海的事儿他全完成了。神人呐！关键是皇上圣眼独照，启用姚启圣，否则他还不得去养马？姚启圣是个德才兼备的人呐，他不但为朕收拾了一片江山，更重要的是还为朕赢得了一片民心。朕没用错他。传旨，赏姚启圣玉佩黄马褂，赐3眼花翎。只要咱们君臣一心，收台湾之战是必胜的啊！是皇上，平台还任重而道远呐。你们放心，朕都给你们建功立业的机会啊！这靖海侯施琅归台，正在殿外等候。快请。禀延平王，大陆沿海一带都实行千界禁海，坚壁困岛，此行末将未购集到任何粮草。
禀延平王，石将军所言不确，此行收获300担稻米。300担，何足挂齿？嘿嘿，但这300担稻米却饱含师生之情。延平王，请看。这是姚启圣见亲用计，你这个笨蛋，连这个都看不出来。施琅是本王的异姓兄弟，义重如山。末将糊涂，免了你的监军之职，退下。是。施琅啊，这次空手而归没什么大不了的，下次登陆时可再远一些，再深入一些，定有所获。延平王，末将在返衡之时，忧心忡忡。哦，说说看。大陆地大物博，取之不尽，用之不竭。因而朝廷他不怕进害，台澎金厦是孤岛，不能进害。3、5个月尚可，1年半载之后，台澎金厦的军粮便告短缺。更致命的是，军营内多为大陆的子弟，因为近海思乡心切，军心必起骚乱。海霹雳所言，延平王早有考虑了。是吗？请延平王明示。哎呀，当前形势逼人呐！为缓和大陆的迁界进海，本王已致书清廷，请康熙派重臣前来和谈。延平王圣鉴。太平岁月很难看出中间来的，当今台湾时局艰难，这才能看出人心叵测呀。末将宁愿战死，不愿谈判。臣与康熙势不两立。对，势不两立。谈判还是要谈的，我们可以借谈判示弱于清廷，方能以柔克刚。和局一开，对外呢我们可以交敌，对内嘛我们可以中间立宪。延平王圣鉴。臣虽未拆阅台湾书信，但臣预料，此筒内80%是正式的乞和书信。如臣偶然料中，则臣建议朝廷冷淡政事3个月，然后再派员招抚。臣以为，谈判是要谈的，但谈判所得的东西，远不如打仗打下来的东西可靠。正经乞和的折子你们都看了吧？看过了，臣看了足足3遍，每次感受都不一样。说说看。这第1遍，臣喜，郑经已经知道朝廷厉害，开始向皇上献媚。第2遍，臣忧，郑经在唱梅花3弄，使缓兵之计。第3遍，臣又喜，此乃收台之良机，一旦成功，则3年进海费用全都省下了，朝廷不战而胜。姚启圣也是喜忧参半，他怀疑郑经的诚意，让朕冷他3个月。皇上，千万冷不得呀！臣建议要趁热打铁，将百炼钢化作绕指柔。皇上，一旦冷下来，郑经见求和不成，便要顽抗到底呀。那姚启圣之所以停止谈判，多少有点养寇自重的意思。皇上，您想啊，台湾顺利收归，那姚启圣岂不无用武之地了？你们总是把姚启圣想得这么阴暗，他都多大了？64了，半绝入土的人，只不过想在这有生之年做点事儿，补补这辈子的缺憾，这一点朕不会看错的。臣多虑了。臣的意思是，虽然谈和，但仍当立足于战。这话说的是，郑经乞和诚意不足。不过他向朕献媚眼儿，朕就笑脸相迎；他要向朕呲牙，朕就以铁拳相待。总之，切不论郑经有没有诚意，朕是有诚意的。明珠啊，臣后旨。
这次轮到你建功立业的时候了，你要深思熟虑一下，草拟一下和郑经谈判的条件。朕只有3个原则：1剃发，2称臣，3登岸。除此之外，任何条件都好商量。皇上，由谁赴台谈判呢？当然是你啊，万花筒啊，满腹经纶，舌战群雄，去为大清扬威。有一件事你们要记着：大清和台湾既非两国，也不是什么两朝，而是朝廷与下属府道台的关系。所以你这次去不是什么讲和使节，而是朝廷的特命钦差，奉旨招抚。啊，你要恩威并用啊，不要有辱圣望。皇上放心，姚启圣已为朝廷立下大功了，奴才绝不会输给这个汉臣的。搜图，臣在。关于整军备战的事儿，你要全力以赴的去做。朕建议你，还有兵部、吏部、户部，你们全当没有谈判这回事，一门心思，武力收台。命主，3天以后，朕为你置酒送。